大家好，欢迎来到知行动力。我正好在北方，此时的北方已经秋高气爽，阳光特别的猛烈。今天这么热，我们也要试一款非常热的车——哈弗 H6S 第3代 H6的一个运动版。今天跟厂家沟通了一下，它主要是走一个新世代的这种年轻人，它就是要给年轻人设计的车。我仔细对比了一下第3代 H6 它的外形啊，这个大灯没错是一致的，但是它的整个的发动机盖呀，特别是这个前面的进气格栅是真的是不一样啊，非常的年轻，也非常的有冲击力。那整个看起来是非常的有力量感，是属于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审美观。熏黑的这个19英寸的轮毂，它的尺寸是属于这个235，采用了一个就是属于米其林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边，那红色的车身，这里是一个高腰线，这里的车身显得是非常的饱满。这地方采用了一个黑色的一个装饰条，这个地方啊，这个应该是属于一个导风的作用，同时也有一个装饰的作用。我们再来到尾部，小小的这个翘臀看到了没有？SUV 轿跑车型的通用这种设计，你看鸭尾翼的设计，非常饱满的这样的一个尾部。这地方呢，采用了一个第二个导风口。那这样的导风口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采用了一个空气动力学，这样的话，不论你是在灰尘呢，或者下雨天，这地方走的时候都不容易积下灰尘和水，后面就不需要安装所谓的后雨刮，那整体看上去会感觉到非常的协调，美观度就增加了不少。这地方采用了一个碳纤式的这样的一个面板，这地方的出气口的话属于一个装饰的作用，这里有一个黑色的一个装饰面板，整体看上去来是非常的饱满的，非常的年轻，也非常的好看。说一下这个后尾箱的这个部分吧，它的后尾箱因为采用了一个小翘臀的设计，所以它的底盘相对会比较高，这也是所有轿跑型的 SUV 的一个特点，包括宝马 X6 就是这样的。那它的整个开阔度还是不错，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里面放一些行李都没什么问题。同时再拉上这个以后，它的整个的私密性会好很多。以国产品牌现在的设计能力来看，我觉得哈弗 H6S 它的外形设计上面已经可以给到不错的一个评分。你同意我的观点吗？我必须要点个赞。好，我们现在来到哈弗 H6S 的这个内部，发现它的内部跟外形也是一样的。这里采用了一个黑色的搪塑的设计，这地方采用一个隐藏式或者叫做贯穿式的这个空调出风口。还有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来自于这种碳纤饰板跟搪塑的结合体，再加上一个荧光色的这种绿的这种缝线，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运动？这个方向盘它的整个回馈力度还是不错的啊，粗细程度也刚刚好，同时也有这种边线的进行装饰，方向盘上面该有的一些内容啊或者一些按键都有了。这地方采用了一个超过12英寸的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中控屏幕，我是非常喜欢的，阳光非常强烈，但是这个地方一点都不模糊啊，而且是很清晰。它的整个 UI 设计的界面也是非常的舒服。前面这地方大概可能是10英寸的一个液晶显示屏，能够显示的信息也是刚刚好啊，它不会阻挡视线，同时前面还有一个 HUD 的抬头显示系统，一些车速啊、限速或者是一些导航信息的话是可以投影在上面的。那这地方采用了一个钢琴拉丝的这样一个面板设计，看上去非常有质感，而且手摸上去以后是没有这种指纹留下来的。那这地方采用了一个无线充电面板。这地方采用了一个旋钮式的这种换挡设计，我并不一定完全认同。如果可能的情况下，这种运动版如果采用了这种小小的这种电子的推拉挡杆的话，我会觉得更好。那这地方采用一个镂空的设计，哈弗 H6S 能够把镂空做得这么大，那可以放下来的物品是非常多的。这个座椅很厚实很柔软，而且它的整个承托性也很好。这地方采用一个 Alcantara 的一个材质，感觉到它的防摩擦性是非常好。这地方采用了一个真皮的啊，坐上去是非常的舒适。整体来说，再加上这种荧光边的这种饰边的话，也是看上去是非常的年轻。它的这个安全带也采用了一个荧光的设计。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挂钩，你买点水果、买点蔬菜，你挂在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的方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这地方采用了一个12伏
采用这个 A 口的这个充电口，前面后面有几个 A 口的充电口，如果能够把它换一些成为 C 口的话，那就更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采用了一个苹果的这个手机，如果采用了这种 C 口的这种充电口的话，会更加的匹配，更加的实用。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后排吧。好，由于采用的是这种酷配车型的这种 SUV， 它的后排空间肯定不如这种哈弗 H6 啊这种照顾家庭或者商务的这种需求，它的空间大概就是2拳的位置，应该算是说够用。这地方同样有2个充电口，如果其中一个是 A 口，一个是 C 口，就更加完美了啊！我相信长城后续应该会有所改善。那整个座椅是非常的厚实，而且承托性也是非常好，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长度也是非常够的，所以说如果它的整个座椅的分数是10分的话，我愿意给到8.5分，1.5分是属于这种空间方面，没办法，轿跑 SUV 的设计就是如此了，太舒服了，建议你也体验一下。OK。现在我们开始试驾哈弗 H6S 这个动力。那今天我们拿到的车是属于一个2驱的高配版本，它的最大的功率是155千瓦，最大的扭矩是325牛米，它的100公里的加速时间是6.8秒哦。放在国产的自主的品牌里面已经是数据非常不错了。同时它配的是一个7速的湿式双离合。我们知道湿式的双离合它的整个的工作的这个极限和空间的话，应该是比干式的双离合要好一些的。H6 这种车型月销量能够达到这种4-5万辆，其实它是有很好的这种民众基础的，它一直是做 SUV， 所以它这款车在厚积而薄发的这种积累这个方面的话是非常的强。我发现变速箱跟这个发动机的一个匹配的过程是非常的快啊，基本上一脚油门下去也没有看到所谓的这种闯动的这种顿挫感，所以它这种极限性还是非常大。这款车转向的话力度不是特别的大，有一定的虚位，但是随着速度的这个提升，它的虚位会越来越少。它最重要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转向的时候，它的一个回馈力度是非常的好的。这款车它是有一定的韧性，所以你不用担心 H6S 这款车开起来会特别的颠，它还是有一定的矿量在这个地方的。说一下这款车的发动机的声音，它并没有说刻意的把这种发动机的声音屏蔽的特别的干净。为什么？因为毕竟10几万的车，又是主打年轻人，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或者是我都希望一脚油门下去的时候，还是能听到发动机那种嚎叫的这种声音。那除去这种发动机的这个声音以外呢，整体的这种外界给我们传来的这种声音的话，是在一个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下面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智能互联系统吧。你好，哈佛。听着呢。啊，导航到机场行不行？你是要导航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吗？对，你看了没有？我说导航到机场行不行？直接就识别到，就说你是要导航到机场吗？也就是它的纠正能力是很强的，是很人性化的。还有一个就是，当你的车快没有油的时候，它还有一个智能的功能，就是什么？它发现旁边的油站，而且旁边的油站的优惠政策，它都会告诉你，你要点一下，你就能享受这个优惠。哎，这个咖啡平台这种智能，现在真的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我们今天试驾的是属于这种燃油版本，但是 DHT 的版本的话呢，我们今天没试驾。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属于一个 1.5T 的这个发动机，然后再加一个双电机的版本，它的最大功率是差不多要179千瓦，差不多有500牛米。它的0到60的这个加速只要3.7秒，它的综合油耗只需要4.9升。一款车的油耗实际开大概可能5.5升左右，已经足够这个省油了。所以说这个 DHT 的这个版本应该也是非常让人着迷的。我期待下一次有这个机会能够感受到它的一个动力，还有它的 NVH 啊，还有它的一些实际的油耗的表现。说一下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当速度开起来的时候，当你的车辆偏离的时候，它会滴滴滴滴滴滴，然后同时把方向盘往回拽一拽，那保证你的车辆是处在一个这种居中的位置。座椅坐起来是非常舒服的，后脑勺离这个座椅的这个高度是刚刚好啊，关键是这个地方的支撑性，还有这个舒适性，还有整个的包裹性还是不错。我们把油门加到底，加速，
变一个这个线，这个时候除了车辆的悬挂与支撑以外，座椅确实比一般的这种家用版的座椅能够给你带来更好的这个驾驶感受。所以说，一款车到底好不好开，不是说一脚油门到底有多快，这种直道有多快的，而是处在一个方方面面，油门变速箱底盘甚至包括现在的座椅甚至 NVH 甚至声浪系统的这个补充，能够带来的是一种全方位的感受。总结来说的话 ，H6S 确实今天让我们没有感觉到失望。如果你有机会去体验 H6S， 不要放过。好了，今天就是我的整体试驾体验感受，欢迎关注知行动力，我们一键3连，给我们留言，我会一一回答的。OK， 拜拜，下次见。